面对今天的反派角色，我们是如何沦陷的呢？这可能要从电影结构讲起。当下影片结构的主流仍是经典的三段式，它有明确的开端、中段和结尾，完成建制、对抗、结局三个环节。其中对抗就是指冲突的对抗。伏尔泰说，每一场戏必须表现一次争斗，冲突在影视中必然存在。所以如何为主角设计关卡、增加障碍，就成了写好剧本的关键。这也就诞生了英雄与反派。回忆过去，反派角色是葫芦山上的蛇精，要吃唐僧肉的妖怪，无恶不作的商纣王。这些天生的魔鬼，除了反派的设定外，几乎没有其他描写。这其实是人物塑造上的刻板化、脸谱化现象。所以，当善恶对立的两极思维开始受到怀疑，当今的反派角色就会被赋予新的意义。担负龙族使命的敖丙，为人口膨胀提出解决方案的灭霸，反抗不公社会制度的小丑。新反派们拥有了更加复杂立体的性格和部分价值正确的立场。如何塑造一个俘获人心的迷人反派呢？首先要给反派一个悲惨的命运或经历。越狱里的 Alexander， 他家庭破碎，孩子被杀害，被人利用，不被理解，最终成为了一个精神失调的疯子。当反派拥有类似标签时，就解释了反派作恶的原因，同情就会占据观众的大脑，因为一个经历过悲伤和痛苦的人更像我们。其次，反派要有坚定的信念。为了给主角制造合乎逻辑持续的障碍，需要让我们的反派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顾超级英雄的阻拦，偏执地为之奋斗。提出宇宙清除计划的灭霸，亲身经历泰坦星覆灭后，提出提前干掉1半人的理论，以确保星球不会因为资源匮乏而灭亡。这种宏大的信念不仅拉高影片叙事空间，还融入了人口这一社会议题。同时要给独特的能力和气质，给他一个酷炫的妆容，涂上遮掩伤痕的白粉，同时拥有着高超的犯罪技巧和智商，深谙人心的弱点。他知道如何给主角致命一击，却仍然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气质。雷神中的洛基，神探夏洛克中的莫里亚蒂，沉默的羔羊里的汉尼拔，人民的名义里面的祁同伟，他们要么智商超群，内心强大，要么长相迷人，气质彬彬，这都增添了反派人物的层次感。最后还要给他设置一位无缺点的英雄对手。反派和英雄的戏剧冲突决定了我们电影剧情的精彩程度。同样的，我们需要给英雄角色以主角光环，他们智勇双全，过关斩将。反派角色再强大，也无法阻止英雄登场得到胜利。由此衬托出反派的品质在某种意义上是更加真实、贴近人的。正因如此，反派的剧本设计空间、演员的演绎空间就更大。无论反派有如何的能力，性格如何扭曲，观众都不会觉得违和。这也就是为何电影当中许多反派角色会成为影迷的心头之爱。至此，一位有着悲惨经历、远大抱负、智商颜值在线的迷人反派诞生了。So why steal one? Well, because he thought it was good sport. Because some men aren't looking for anything logical, like money. They can't be bought, bullied, reasoned or negotiated with. Some men just want to watch the world burn. 感谢您观看本期节目，关注 What Earth 一探究竟，获取更多人文知识科普。我们下期节目见。